直了，拉直了，拍了！哦，又是一次逆转。注意看，中国特种兵在比赛最后时刻完成了一次惊天逆转，百年难一见的倒立十字固凸线擂台，吓坏了正在进行解说的外国裁判和观众。这位在擂台上用十字固反败为胜的人叫樊荣，他来自辽宁锦州，是一名退役特种兵。反败为胜对于他来说犹如吃家常便饭一般简单。多年的军旅生涯，再加上不怕苦不怕累的顽强意志力，让他成为了整个连队最出名的金刚战警。很多次都是因为摔跤柔术方面的短板而被对手碾压，但每一次樊荣又能以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赢下比赛胜利，扭转战局，反败为胜是常有的事情。就在樊荣打算从重量级排名第2登顶排名第1的时候，突然杀出来了一位自称是柔术暴君的哈萨诺夫。他来自塔吉克斯坦，专攻地面缠斗这一技术要领。为了阻止樊荣登顶排名第1，不惜放弃了在塔吉克斯坦夺冠的机会。看来哈萨诺夫已经注意樊荣很长一段时间了。既然这家伙是来给樊荣送战绩的，那樊荣也没有理由拒绝他。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樊荣的精彩表现。纯红色短裤是绰号狼王的哈萨诺夫，黑红短裤是中国的金刚战警樊荣。在军旅生涯当中，樊荣练习的是站立格斗技巧，并没有接触很多柔术摔跤方面的技术。退役之后拜师江龙云，但还是无法弥补樊荣在柔术摔跤上面的缺陷。每一次陷入劣势都是因为地面缠斗技术不到家，再加上重量级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级别，稍有不慎就会被当场打晕昏死擂台，所以樊荣很排斥与任何一位选手打地面。我心里面很清楚。樊荣呢，今年是25岁，身高是1.83米，臂展呢是1.85米，而他的对手索勒哈今年已经29岁，1.78米的身高，1.77米的臂展。我感觉索勒哈的站立也一般，刚才的扫踢感觉非常的犹豫啊，有一些软。哦，一个摆拳是靠这种重击来打。樊荣最近应该是增强了自己的这个站立技术啊。这个大级别的较量啊，这个双方的拳。在军营里面，樊荣练习的不仅仅只有站立格斗技巧，还有很多关于站立的武术和搏击讨论。在站立对拼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奈何站在他面前的可是一位柔术暴君。先不说哈萨诺夫在地面的缠斗技术如何，就凭这家伙的勇气就可以分析出他的实力绝对是超乎常人。明知道樊荣是擅长的站立的选手，然而哈萨诺夫偏偏要和樊荣在站立打一段时间，看来是想以此来试探一下樊荣的虚实。很明显，樊荣在站立上确实要碾压哈萨诺夫一头，互相试探的这个阶段。对，这个索勒哈的边角一直让索勒哈出刺拳啊，这个樊荣的边角一直让老师进拳啊，一直让他点一点进去。这个上勾和平勾都没有打到。两个人目前呢，在站立方面移动步伐也都是比较敏捷的，都没有太好的机会直接的进入地面，注意力还比较集中。对。而且看索勒挨到重击的哈萨诺夫慌了，急忙开始实施下前抱摔规避樊荣即将打出的进攻。被缠住的樊荣很冷静，尽量在混战中取得巨大优势和合理合规的压制位置。奈何哈萨诺夫的抗压能力异于常人，樊荣使出了所有力量才勉强把哈萨诺夫带入到地面缠斗。拿到优势位置的樊荣不再忍让，瞄准哈萨诺夫的脑袋就往死里打。多次的重击打的哈萨诺夫慌忙逃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规避樊荣所打出的攻击。这就是特种兵在擂台上所带来的威慑力。做了身体三角，脚上的扣搭好了，但是这个裸脚应该没了。樊荣的左手不能浅，对，好拿背了。刚才是其实差一点掉了。又一次进去，这个不行，没有，不行，太浅。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击打对方的腹部，对手还是在还击。现在对方是这个位置并不是非柔术暴君竟然被站立格斗高手拿到了背部。虽然在短时间内无法让哈萨诺夫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制力，但樊荣时时刻刻都没有放弃对哈萨诺夫发起进攻。此时此刻裸脚把位已经形成了一半，只需把手臂扣在哈萨诺夫的脖子上，裸脚即可成型。或许下1秒哈萨诺夫就会被樊荣无情勒断脖子。实在找不到办法的樊荣，直接把手臂搭在了哈萨诺夫的脖子上，试图用蛮力降服哈萨诺夫。不管怎么说，哈萨诺夫也是塔吉克斯坦鼎鼎大名的柔术暴君，
只会轻易束手就擒，放弃反抗。但是生药了，拔脖子了啊，这个比较难，对力量要求比较高。那腰上这个位置就其实是差了一点儿，对，这手臂这就不够，差一点。部署的时候这角度就少了，力臂差一截儿。要防好哦，推开了，后上漂亮。回到站立的繁荣还没完全放开，就被哈萨诺夫带入到了内围缠斗。缠爆没多久，双方就再次回到了站立对拼。既然繁荣能有实力从级级无名打到重量级排名第2，那么繁荣就可以一举歼灭哈萨诺夫，继续统治重量级。为了斩断繁荣的连胜，哈萨诺夫不惜放弃夺冠的机会，也要远赴中国挑战繁荣。看来繁荣的快速发展触碰到了很多人的蛋糕。哈萨诺夫内心深知早晚会和繁荣有一战，还不如在繁荣还未完全爆发时期打消繁荣发展的进度。对方是有一没有空间，对，是搭在这个绳圈上的，没空间了。好，还是要做，繁荣可能还是要做。繁荣在场上打，我发现他也是一特执着的人。对，就选择完之后必须得尝试到有点效果啊。对，必须得尝试，必须得有效果。这个太靠龙边了，那要回到同一个位置来打了。咱们要回到同一个位置来打了，那这样。Ready, fight！ 被压制的繁荣很是无奈，只能控制哈萨诺夫的手臂等待机会。别看此时的繁荣是处于被压制的一方，其实繁荣是最有机会实施锁技的人。在抵抗哈萨诺夫进攻的间隙，繁荣一直在尝试反杀哈萨诺夫，只不过有很大的风险而已，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被哈萨诺夫全方位压制住。到那个时候，繁荣在反抗的机会就会十分艰难。在准备实施三角脚之前，繁荣必须把哈萨诺夫的手臂推到膝盖旁边，不然三角脚无法正常实施出来。位置等于把自己箍在地面上是做不成的。对，这没有发力的这个空间。当然了，对方的力量也很大，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要勾，找机会。做三角，胯太远了，中了一拳。还想往上翻，十字过，我们看。十字过。不太容易有，三角脚又被甩开了，过腿了。啊，繁荣回来三角又被繁荣的倒立十字固险些实施出来，要不是哈萨诺夫反应的及时，恐怕此时的繁荣已经反败为胜，取得了胜利。哈萨诺夫可是为数不多的柔术暴君，在地面缠斗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统治权。只要哈萨诺夫愿意，那么他就可以一直压制住繁荣。真以为金刚战警繁荣是泥捏的吗？长时间被压制又如何？繁荣的老师可是 MMA 传奇江龙云，柔术摔跤这一方面是江龙云最擅长的领域。既然繁荣是江龙云的弟子，那他就拥有最基本的摔跤理念，岂会轻易被柔术暴君哈萨诺夫所降服？繁荣盘腿能不能有啊？又没有了，没有了。繁荣想做橡皮防守，把腿直接伸过去，是往外拽。繁荣这个典型的橡皮防守的布置，我们看自己的左手是顶在对方的脖颈上面，这样对方是很难抬头。布尺还掉在地上，但是裁判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干涉选手。这个时候是会后悔了，繁荣现在只能逃脱了。甩过来，啊，回到全防守，小心啊！对方地面砸球。江龙云一直在边角给繁荣出谋划策。虽然江龙云不在擂台上，但面对哈萨诺夫每一次的施加压力，繁荣都能灵活化解，并对哈萨诺夫实施一系列的反击。只要给繁荣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那么他就可以给足哈萨诺夫压迫感。这一个兼顾恐怕要把哈萨诺夫的胆子给吓了出来。成功率虽然不高，但可以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最起码要让哈萨诺夫明白一个道理：特种兵是永远打不到击不倒的存在。有机会啊，还是逃脱了，太滑了。三角脚，这脚上的扣没。这个很容易对拳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那个力量太大，对，力量太足。哎呦，小心，应该是没有。这么糙的缠斗技术，我觉得繁荣不会中啊。繁荣已经这个大量的时间在被对方压制。对。
蝴蝶扫没成功，蝴蝶扫没有成功的樊荣瞬间转变了思路，一记倒立十字固成功实施。此时的哈萨诺夫已经无力再进行反抗，等待他的就只有掰断胳膊或者失气再投降。最终哈萨诺夫为了保住胳膊不被掰断，果断认输。樊荣再次完成了一次惊天逆转，最终樊荣获得了胜利。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樊荣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